当前紧张的南海局势下，越南又对我国发起了挑衅，双方舰艇距离不足1海里。为此，我国海警都赶来支援。来看详细情况如何。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在南海的南沙群岛地区，现在不仅是菲律宾在这儿搞事情，其他国家也趁此机会站出来搞事情，想要从中分得一杯羹。比如说，越南在6日的万安滩水域和我国再次发生了接触。此次发生冲突的万安滩水域和之前中菲之间发生对峙的仁爱礁、中业岛不同，它并不是一处岛礁，而是一大片范围区域，因此并没有被越南给全部侵占。但由于此地是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带，是南沙3大油气富集区之一，石油储备量在50亿吨以上，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也在数万亿立方米，经济价值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对于此地，我国也进行了相应的开发。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促进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交流，还开放了9大区域，总面积达160124.38平方公里。这9大区域，其他的外国公司也可以选择加入其中，共同勘探开发。而由于万安滩所在的万安盆地开发区块水深在300至4000米之间，勘探有着一定的难度，所以至今都没有全部完成开发，还在进行勘探中。面对这么多尚未开发的油气资源，越南也十分眼热，所以经济并不发达的越南长期以来也在此地活动，非法开采资源来获取利益，甚至为了更好地开采这些资源，还在万安滩建驻兵点，还单方面将万安滩改名为思征滩。此前我国海警和海军实力较弱，没那个能力管到这边，但现在有了实力后，我国就开始对此地加强管辖了，这也是中越双方的主要矛盾点。针对这一矛盾，中越之间的舰艇时不时的就要发生一场对峙，像这次就是我国海警5403舰对越南在此地非法建立的钻井平台 DK112、DK114、DK111 进行拍照取证。不过这一行为被越南渔政的269号舰发现了，所以该舰迅速接近5403舰，想要阻止我国海警拍照取证。双方距离仅有1300米，换算成海里的话就不足1海里，属于十分近的距离了。而从这2艘船只的航行轨迹以及越南建立的非法钻井平台上的直升机拍摄到的照片来看，双方对峙时间长达1天。中国海警5403舰一路保持高速航行，船尾都激起了巨大的浪花，而后方的越南渔政269舰则是一路骚扰，企图阻拦，从6日早晨持续到了7日。至于说为什么追了1天1夜后突然就不追了，因为到了7日，中国海警另一艘的45104舰也前来支援，在看到我国海警另外一艘舰艇和5403舰会合，并在万安滩水域严阵以待后，越南方面的舰艇担心追上去后被围堵，也就停止了追赶。本次我国出动的5403舰吨位来到了5000吨，并且配备了76毫米舰炮，在火力上是绝对碾压周边所有非军用舰艇的。越南的这艘渔政船在性能上是要被全方位碾压的，但在万安滩地区，由于我国并没有设立补给点，所以舰艇补给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而越南不同，越南仗着地理位置优势，可以随时获得补给，所以敢派出一艘渔政船在万安滩水域对我国海警5403舰追赶。不过说是追赶，实际上就是骚扰，一旦正面碰上了，这艘渔政船只有跑的份儿。因此越南方面也就是仗着位置优势，在这儿和我国玩起了持久战。而我国海警显然并不会这么中招的，双方对峙了1天后，直接呼叫了45014舰过来支援。这下双舰合璧后，越南的这艘渔政船可不敢对峙了。中国海警完全可以两面夹击，被围住之后，以这艘船的小身板被稍微撞一下都受不了，自然得停止这场对峙，老老实实的在外边待着，别动弹。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越南在万安滩建立了驻兵点，但是并不等于占领了万安滩。万安滩的滩盘面积都快达到700平方公里了，越南设立的驻兵点占据了其中1%都不到。对于万安滩，我国现在不仅拥有对此地的归属权，还拥有对此地的实控权。但在前面也说了，万安滩并不是一个岛礁，而是一片很大的区域，想要管理起来十分困难。我国目前想要彻底阻止越南的挑衅，还是一个办法：填海造陆。只有在万安滩建立起了一个大型据点，让海军和海警能够保持常态化巡航，才能实现对此处的彻底掌控。